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、非法羁押人质、收保释金的照片。段厅长，你们国防部2厅抓共谍不行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，这整起同行来，倒是驾轻就熟啊！齐武兄，我是在想啊，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，还是不交呢？有事直说，何必搞这一套呢？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，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，我们实行3方共管，这样可以互相监督，信息透明，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、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。齐武兄，你觉得呢？我可以答应你。齐武兄是痛快人，那咱们就决定了。告辞，不走。好，知道了。林玉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，这下就好办了。公立监狱山头众多，是方便我们救人的。陈将军汇报了吗？没有，既没回电话，也没回电报。陈将军肯定不知道，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，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。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。将军，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。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，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吴次长第5封电报了。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。我跟你说，老豆，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，我不想前功尽弃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跟我提他。将军，抛开政治立场，毕竟你们在第4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。可惜他早都忘了，现在的吴奕勋已经不是第4战区的吴奕勋了。咱们来台南之前，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，从1937年8月13号起，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，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，野人山会战、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，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，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，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。因为缺衣少药、少粮食，饿死在战壕、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10万人，将官职就有几百人，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、飞机轰炸下，也是因为缺衣少药。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、饿死在逃亡路上。这么多年抗战，我1000万同胞死在麒麟社的罪行下，这样的国仇家恨，他无时可以忘记。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想当年，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全国居民浴血抗战。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
这尸横遍野、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，咱们能忘吗？我有些问题想问。你说。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，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，但是奇怪啊，从2个月前剥离了所有的工作，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。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？啊，只负责一条交通线，太反常了哈。是很反常。你看啊，林书记，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，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，他肯定特别着急。如果是我就着急。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，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谢谢。人一冲动就会怎样？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，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，你都没见过他，你怎么认出他呢？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？我真的很好奇，想不到。再想想。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。阎王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没办法提前通知你。没关系，组长，我理解。说实话，要不是看见于队长，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。懂得随机应变，不错。哎，组长，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，23岁，花莲人。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。陈发兵，对。这么看起来，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。啊？怎么了？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，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，我觉得少。吓死我了！谢谢组长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是收网，还是继续渗透？已经想到了？我猜的。您故意把我放走，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，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。聪明。那个陈发兵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，没错吧？对，就是他。您记性真好。组长，这个陈发兵对我非常信任，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，然后定期保持联络。好，那就和他保持联络，等我命令再行动。行。
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保护好自己。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会觉得。都2天了，审出点结果没有？局长，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。看来你碰上块难啃的骨头啊！确实，这个林义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，所以信仰异常坚定。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，而且这2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。那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？目前还没有。这2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，暂时还没有线索。时间紧迫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撬开他的嘴。是。如果2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，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。2厅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，做了个夹生犯，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，人人自危，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，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。还有叶祥之这个笨蛋，搞个什么小金库，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，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，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范转到台湾第1监狱。由我们和国防部2厅，还有保安司令部3方共同监管和审查。好，那这么看来，3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。行了，不管谁提出来的，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。局长，这恐怕不行吧？如果林范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，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，那最终不是行了，你就剩今天1晚上时间，抓紧时间给我审。不管什么结果，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。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了。是。部长，还没死。暂停吧，把医生叫来。
这安全到了吗？北监没等到人，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，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。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。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，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。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移信息啊？对呀。那如果不是台工委，还会是谁呢？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？不排除。到嘴的肥肉，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。我让你教人，你把人给我弄丢了。局长，人是我劫走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属下无能。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1夜，没有任何结果。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，就算是送到北监去，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属下认为，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，莫不如换个思路，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。你呀，别跟我打哑谜，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。是，属下认为3方共管这样的方案，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？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。如果有这个人的话，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，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。能够影响到段厅长，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。局长，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共谍，那不是比抓10个林良还有用？陈太太，情况紧急，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。我接到您的电话，马上就去跟台工里求证了。人不是他们劫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麻烦您了，陈太太，让您专程跑一趟。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？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，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，不能排除是保密局、2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，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。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？按照现在的情况，安全是第一位的，特别是您的安全，所以不要贸然行动。您等我们消息。喂，雪芬啊，今天斗公馆有牌局吗？你想打就有啊。你要是过来，刚好凑一桌。我今天正好有时间，如果你们打的话，我来凑个数啊。好啊，一会儿见。好，那就一会儿见啊。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。就不麻烦段厅长了。段厅长，林一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，你们2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？我们2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监等了1个上午，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。人
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。要解释，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。转运的时间和地点，只有我们保密局、保安司令部和你们2厅知道。来之前，我跟彭司令通了话，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，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3方共管。现在这件事想起来，确实蹊跷啊。徐武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段厅长，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，从来不相信巧合。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。无惧攀咬高官，当街欺诈百姓。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，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，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。雷一良之事，关键至极。我们2厅要是不行监督职责，愧对建锋同志，愧对总裁。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，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。要问责，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。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，请回吧。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。老师，人不是台工委救的，跟陈太太确认过了。刚才我路过段推之的办公室，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，很生气，好像说指责他们2厅动了什么手脚。我也听说了。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，还是2厅想要单审李一良啊？都有可能，都不排除。3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。哎，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，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。不要去，不要去。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，这个时候要谨慎。2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，事务繁忙，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。建锋同志希望你我精诚合作，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。
林义良不是被共党救走，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。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？就别急，别着急嘛，坐下来，听我跟你慢慢说。坐，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。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，又下落不明，他们如果还想救人，您说他们会怎么办？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。没错。你什么意思？假如说，这个人在国防部，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。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，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。所以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。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？是的。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？啊？怎么他妈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？这不监听也可以。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，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。那恐怕，哎呀，段厅长就要，自证清白了。齐武兄，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？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，也为时不晚。5条。碰。1万。是。哎呦，这4个人的麻将，怪让你们俩玩了。段太太，都玩2轮了啊。红中，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，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？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，小命我求之不得呢。系统，对不起，糊了。哎，等，我也胡七饼，一炮双响。你看看我这牌，哎呀，手气太好了，一对了，7对，感谢段太太呀！给钱。哎呀，那哎呦，这么大的票子啊，我得慢慢还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，打完了以后再装。哎呦，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，别耽误工作。我的那人有点闹人，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。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，来不及呀。哎，还是监听器装好了，我更放心一点。您放心，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。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快点！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！让段太太听电话。段太太，段厅长找您。啊，北风，稍等啊，来，替我打一下。7万。哎呀，喂。哎呦，你今天好殷勤啊，都打了2个电话了。大脸，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，
啊，我让司机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，你非要来接我，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来接我，你能放心吗？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你打2个电话，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公馆打麻将？你别瞎想啊！我要加班，赶不过去。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不管，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。我真是要加班，那就先挂了吧。好啊，那你忙你的吧，那我就晚点再回家。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，哎呀，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。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。你来，哎，嫂夫人，我是毛人凤。啊，毛局长啊，您好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。宝贝儿，乖啊，我尽量早点回家。行了，挂了。陆枫，啊，段太太不开心啊？周，哎呀，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，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，说要加班，问他为什么加班，支支吾吾半天不说。你说我能不生气，能不起心吗？哎呀，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儿，你别老怀疑他了。也是。刚才啊，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，跟我说啊，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。这2厅和保密局2家死对头，怎么还合作上了呀？那有什么呢？他们2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？妖姬，清一色。又胡了。哎呦，那你看我多好的牌呀！来，哎呀，手气太好了，来，我下妆给你。老师，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？再等一会儿吧。哎，太太在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。啊，好，要不您先等会儿，我去给你沏茶。好的，谢谢。阿豆啊，太太在哪家店啊？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？好的。谢谢。行吧，有。哎，你好，帮我找一下吴太太。太太，陈太太过来了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，让您稍等一下。哦，阿豆，这个电话，哪里都能打吗？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，除了郡县都能打。哦，阿豆，你去忙吧，不用陪我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阿豆啊，哎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能不能给我下碗面吃啊？好，我这就去做。啊，谢谢。
喂，老师，师母电话。阿涛啊，哎，陈太太来了，太太，陈太太来了，太太，陈太太在客厅呢。陈志，碧葵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突然来了呀？呀，刚才去斗公馆，他们说你不来了，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。阿姨好，你好，建成，好乖呀。阿豆，你先带建成上楼。嗯，好的，太太。我刚才有点饿，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。没事儿，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，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。斗公馆，你说人情往来的，去多了也累。嗯，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，我已经做成点心了，一会儿你记得带走，我现在就给你取。哎，太好了，谢谢啊，客气啊。老师，吴公馆来电话，你师母怎么了？不是师母，是陈太太。陈太太，她说段退之和毛人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，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。吴次长，您怎么来了啊？你忙吗？来来来，次长请坐。哎呀，我呀，这都是瞎忙。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，我喝没了，我想补货。那是什么茶呀？哎呀，不瞒次长，我上回给您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哦，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。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，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。哎呦，纯不过水仙啊，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。不过次长放心，我呢这还有点存货，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。哎呦，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？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，你尝尝我新倒的好茶哦。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，1年只采1次哦。头春芽茶，哎，可是现在才1月份啊。你去年的芽茶嘛，那也是好茶。次长请。哎。次长，您今天来，不光是喝茶的吧？不喝茶喝什么？喝酒啊！我血压高，太太不让喝，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。哎呦，嫂夫人真是贤惠啊！我太太从来不管我，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。那你才让人羡慕。
喝茶。我听说，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，兴师问罪了。次长，您今天来，不光是喝茶的吧？不喝茶喝什么？喝酒啊！我血压高，太太不让喝，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。哎呦，嫂夫人真是贤惠啊！我太太从来不管我，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。那你才让人羡慕。喝茶。我听说，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，兴师问罪了。次长是怎么知道的？王尔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，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。另外，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，不也找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？打听这些事儿。是啊，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，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，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，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。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嘛。再说了，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，没错呀。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。是啊，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。情治机构整合，他们着急嘛。喝茶。哟，您稍坐啊。喂。哎呀，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今天有要紧的事情，我就不去接你了。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啊，挂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家里没事没事，喝茶。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？嗨，女人家嘛，没事儿。我听我太太说，段太太上次说去斗公馆打牌，其实没去，她没跟你说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哦，那件事儿啊，哎，其实那2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。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，我听我太太说的啊。其实那天在斗公馆牌桌上，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，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，就不让她去了。她没跟你说，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。你太太毕竟年轻，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。啊，哎，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。喝茶。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家事不宁，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。推之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？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。啊，是，次长放心，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绝不会影响工作。后来那几天他没去斗公馆，究竟去哪儿了？你搞清楚了吗？没事儿，他知道我干什么的，他也不敢瞎跑。嗨，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，不必打听。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别人可以不管，你不能不管。推之啊，你工作性质不一样，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。
明白了。您提醒的对呀。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看，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，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斗公馆，究竟是去哪儿了？她怎么了？哦，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闲聊天。家和万事兴嘛。哎，是。行了，段厅长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忙。行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，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。好，谢谢了啊。好，次长慢走。哎。老师，情况怎么样？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，毛人凤要钓鱼。啊？那毛人凤就是来大台唱戏的，李义良被抓，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。没错，在百媚混阵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，这毛总把人藏在哪儿了。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？你搞清楚了吗？没事儿，他知道我干什么的，他也不敢瞎跑。嗨，这些都是小女人，行，不必打听，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哼，搭了这么大的台子，费了这么大的周折，哎，你让我听什么呀？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，啊，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。局长，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，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1天嘛。我的意见是，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，再缓2天。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。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。林义良就在你手上，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，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，成吗？是。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。给林义良也买点粥，他身子骨虚。先生回来了。夫人好惬意啊！回来啦。看第几遍了？3遍。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？书呢？你说话不算数。一下午都在看书啊？没有，刚闲下来。
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，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。陈太太来了？嗯。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？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？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？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。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，说很喜欢。那你就送她一幅呗。你可真够大方的。抠门儿。将军，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，再回台北的。我们来台湾这么久，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，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。那回到台北，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？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。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。师真兄，在家吗？师真兄，在家吗？师真兄，如果你在家，我们能见一面吗？我带来几个小菜，我们能否小酌一杯？师真兄，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，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，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。因为我们同在异乡，每一刻。异乡，每一刻。相逢情感便相识。
听说你回来了，我让毕逵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，时间太紧了，就不知道味道如何。味道对，我要早知道时机，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？现在想想，真是可笑。早知道是你的话，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？哎呀，这个华东局跟华南局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。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，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。是。我、聂曦还有一位交通员，组成的东海小组，我们各司其职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。现在，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。是，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。也有，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，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？是，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，他是救你牺牲了，就在我眼前，我亲眼看着，举枪自尽。他叫张浩，原名林一伟。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，他叫林一良，是林一伟的弟弟。就是说，哥哥牺牲了，弟弟就被捕了。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必须得救。你打算怎么救？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，再找机会接触。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，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，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。可是现在人手不够，现在有我了，有我和老杜啊。是，所以子珍兄，你能加入，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是，玉友，你别着急啊。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，但是老杜可以啊。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，枪法好，身手也不错。现在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。那跟踪顾正文呢？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，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。我跟聂曦分析过，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。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，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，先调查他。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曦，那就让老杜去。可以。
老板，来碗肉燕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我发现他有一个相好，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，这女的叫阿玲。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？您看，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？陈太太是交通员，不是情报员，安全起见，不要让她卷出来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。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。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，怕引起他的警觉。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。您看，这回多亏他反应快，给咱们通风报信。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，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？您看行吗？好，去找阿美，开个病假条。这几天你频繁外出，不要有问题。明白。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，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，谢谢您给吴办打的这个电话，太及时了，幸亏您反应快，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2天我发现啊，只要阿玲有演出，于肖楠就会来，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，是后天下周2和下周4。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，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，于肖楠这次也带了。荣记点心我是查过，台北一共有2家店，一家在宁波东街，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。那我明天去看看。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，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。对。怎么样，学够了吧？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？是又有新任务吗？也不算是新任务，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曦有什么新的动向了。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，我就没有盯得太紧。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。行，还是别主动接触，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。他去过哪里，见过什么人，做了什么，都要给我记清楚。是。
老板，哎，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？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。哦，那给我来一点。哎，好嘞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？我看是一样的啊。对呀，是我们家的，一样的。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啊。哎，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，你们是一家的吗？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。哦。我们呢叫荣记糕点，他们叫荣记点心铺。哦，荣记。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。可这味道啊，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。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。好嘞。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，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在中山桥附近。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，想藏个人比较方便，我再去排查。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，进一步确认一下。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，我让老杜配合你。谢谢陈将军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阿梅。啊，有点头疼。量一下体温。哎，能给我倒杯热水吗？过来吧。最近累吗？没有你累，赶紧量上吧。哎，阿美，你过来一下。哦。41度，是有点高。为什么说谎？最近太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想休息几天？2、3天就行。拿着去找医生签个字。
感冒方这儿，去内科。好的，谢谢。下一个，护士。38度。有什么症状？咽痛、头痛。几天了？2天。还有什么不舒服？没有了。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和他是同事，国防部的，但我在机要科。哦。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，他怎么了？受了点风寒，感冒了。哦。您真好看啊。你也很好看。谢谢。这2天天凉，你要注意身体哦。您和聂副官一样好。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。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，虽然现在痊愈了，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。什么枪伤？您不知道啊？不对呀，他说药是您给他换的呀。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，没告诉我吧？我不应该说的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。好。这里边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再查一遍。哎，聂喜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顾长文警惕性很高，走。刚才又派于校长过来查了一遍，这就留不住了，撤吧。陈太太，我们商量过了，
我和老杜打算在阿玲演出的晚上行动。聂副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老杜如果出了问题，陈将军怎么办？如果你出了事情，那吴次长怎么办？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陈太太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我建议请台公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。可是，林老板出事之后，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？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。郑书记，陈太太来了。陈太太，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？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。好，那太好了。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，那基隆、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。但是有2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：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；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。车的问题啊，我来解决啊。安置的地方啊，比较麻烦啊。如果是在台北，那容易被特务发现；那不在台北，怎么送出去呢？这是个问题。啊，前段时间呢，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。哎，可不可以啊，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？这是个好主意，我汇报一下。这个是地址。最晚明天傍晚之前，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。放心了。老师，我和老杜确认过了，安全屋不是钓鱼，确实在关押。值班特务每天2班倒，每班3人，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。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楠，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。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，叫阿玲。于肖楠去找阿玲，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？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，早上才回去。不能落后。